周二，乌克兰举行克里米亚平台线上峰会，呼吁国际力量支持归还克里米亚。泽连斯基在峰会上誓言重夺克里米亚，强调重新获得对克里米亚的控制权将是最大的反击步骤。他还表示，乌克兰无意停火，也没有计划稳定局势，让俄罗斯放心。还表示，在冬季之前，我们想做的还有很多。分析指，泽连斯基语气强硬的背后是美国本月第2次输血。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将宣布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0亿美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如果落实，那将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大一笔军事援助。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签订新合同，向乌克兰提供性能更强大的弹簧刀600型无人机。五角大楼计划在30天内与制造商签订10架弹簧刀600型无人机的合同。不过，五角大楼并未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这些装备的具体日期。这一系列的无人机，它最主要的不是用于侦察，它是一种类似于自杀式这个导弹这样的一种作用的。虽然说它的这个攻击的范围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它小快灵，那么特别适合这个携带作战，所以非常灵活，非常有效。虽然说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承认说我不直接参与这样的战争，但是随着这个武器的进一步升级，实际上在变相的已经卷入到这样一场这个冲突之中。俄乌冲突近期的焦点之一是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炮火仍未停歇。应俄罗斯代表团申请，联合国安理会周二下午举行了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局势的会议。会议中，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呼吁有关当事方保持最大克制。处理核设施的安全和安保问题，必须坚持科学理性，坚持人道精神，坚持沟通合作。应当超越政治立场，超越敌对分歧，超越军事考量。我们绝不能让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福岛核事故的惨剧重演。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俄乌战争已打满半年，仍在僵持中，您觉得今后战事如何演进呢？梅西你好，俄乌战争呢打满了6个月，仍然处在僵持之中，这是超出许多人的预计。俄方说呢，战争将继续，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普京和泽连斯基呢不会直接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说，将通过任何可用的手段收回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呢将自行决定，不与任何其他的国家协商。目前呢没准备好与俄罗斯进行有关停火的谈判。这就意味着俄乌战争呢将持续。双方呢好像都没有打过瘾，不过呢，这个双方呢都有一些疲惫感。俄方说呀会放慢战争的进程，乌克兰呢在独立日不敢搞庆祝活动，生怕俄军进攻。美国驻乌使馆人员呢也是开始逃离。那么再看看乌克兰背后的支持者，美国呢继续给乌军援，欧盟仍在给乌克兰精神鼓励，美西方呢还在动员这个乌军呢要血战到底。而俄罗斯呢没有退却的意思，在等待这个美欧联盟瓦解，在等待呢美国中期选举以后的政治变局，在等待乌克兰政府的内讧，以便呢继续力量发动冬季进攻。那么相比之下呢，俄罗斯在人力、自然资源和军火库方面呢，仍然是拥有巨大的优势，而乌克兰呢主要是靠外援来维持战争。所以啊，这今后战争的进程呢，将取决于2个方面。一是西方能支持乌克兰多久？经过今年的严冬考验以后呢，西方各国政府会不会被本国的选民所嫌弃？会不会呢因此减少对乌军事和经济援助？一旦呢乌克兰得到的这个援助减少，那么就很难继续打下去了。而是俄罗斯的军火库呀，能为战争提供多少弹药？有没有经济能力继续支持战争？这个美西方呢对俄制裁，那么在这半年的时间呢，好像是没有起到作用，但是从中长期而言呢，对俄经济的打击呢，还是会显现出来的。特别是这个兵力补充呢，对俄罗斯来说也不是一件这个容易的事。我估计啊，这场战争在今年内呢是不会结束的，但是呢，也不会有更大的进展。长期处于焦灼和僵持，恐怕是一个基本的态势。人们都说俄乌战争改变了世界，那么都改变了些什么呢？冷战后的国际格局是不是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俄乌战争呢，的确改变了世界，人们呢再也别想回到6个月前的格局中了。可以说呀，这6个月的战争呢，从6个方面改变了世界格局。第一呢，
这个冷战结束后呀，人们普遍的认为欧洲呢不会有战争。科索沃战争呢也曾经被视为是欧洲的最后一场战争，但显然错了。这个俄乌战争的爆发呢，给人们的教训是，无论是欧洲还是别的什么地方，这战争呢一触即发。第二呢，战争的形态变了，即便是代理人战争，以前呢是两个大国各自这个背后呀支持一种势力，在某个国家呢进行武力搏杀，但现在啊出现了一个大的联盟来支持一个国家同另外一个国家来开战，支持的方式呢也变了，不用出人，只要出钱出武器就能打半年的仗。这呢将改变国与国的平等地位，一些比较小的国家呢可能会被迫让渡部分主权，成为某个大的联盟的附庸，这世界呢会更加的分裂，会出现不同的阵营。第三呢，曾经作为世界一级的欧盟，今后呢也就别想独立自主了，更别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了。北约呢因为俄乌战争而团结而壮大力量，这瑞典、芬兰呢主动加入，但是呢欧盟却沦陷了，无论从经济还是安全上讲，都成了美国的一个小兄弟。第四呢，美国成了世界不稳定之源，不仅自己赤膊上阵发动战争，而且在他国背后拉团伙对战争推波助澜，破坏世界和平。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派呢，恰好呀反映出了美国的势力衰退。不自信的大国呢，往往通过发动战争或者是支持战争来显摆自己的老大地位。换句话说呢，这世界已经呢不由美国说了算。美国呢正从冷战结束后的超级强权宝座上滑落，这世界呢呈多元格局。第五呢，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包括军事大国地位都有所损伤。俄乌战争呢达到目前的状况，特别呢是闪电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失利以后，似乎呢显示出俄罗斯的力不从心，这经济实力呢无法支撑其军事强国地位。俄罗斯实力被削弱，或将引发这个中亚、中东、东北亚地区的一连串变化。第六啊，俄乌战争给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将是中美间的竞争加剧。未来几十年的国际格局变化呢，将围绕中美战略竞争而展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合作共赢理念和以霸权规则为基础的阵营分割思想将会展开激烈的交锋，并且呢，逐渐的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周一，《纽约时报》爆料，美国政府已经从前总统特朗普的海湖庄园中收回300多份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同一天，特朗普一方首次发起法律反击，要求任命特别主事官。起诉书被递到了地方法院法官坎农的案头。巧合的是，坎农正是由特朗普在2020年亲自任命的。但是这则起诉书不仅被坎农打回去重写，也被美媒调侃为漫画式的业余。周一，特朗普发起诉讼，请求联邦法院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负责监督审阅从海湖庄园抄走的文件，阻止联邦调查局审阅这些文件。这是特朗普2周前遭抄家后首次对此发起法律诉讼。所谓特别主事官，指的是一名第三方律师。在美国法律界的刑事案件中，若涉案人员担心认为某些证据可能受到律师和委托人保密特权或其他因素的保护，不利于在起诉中使用这些材料，就会任命特别主事官。当然，如果是重大事件的话，美国司法部确实会设立一些独立检察官进行调查，比如说像水门事件。但是特朗普这个事儿并没有这么大，顶多是相当于希拉里邮件门的事件。这样的话，他如果设立独立主事官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当然，特朗普这样主张的话是对他有好处的，因为毕竟现在司法部还是在民主党的政府下面。在起诉书中，特朗普认为联邦调查局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阻止他在2024年竞选总统，以及阻止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参加11月中期选举。蹊跷的是，特朗普的这一纸诉状并没有递到当初签发搜查令的佛州劳德代尔堡市联邦地区法院，而是递到了距离更远的皮尔斯堡市佛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该法院的唯一法官艾琳·坎农由特朗普在2020年亲自任命。不过，坎农在收到诉状后似乎也不知所措，他要求特朗普在周五前完善其法律论据，以及解释特朗普要求的到底是什么。有美媒评论指，这封起诉书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政治指责，而在专业的法律论述方面却很薄弱。But even setting the questionable logic aside, the actual 27-page legal filing has been widely criticized as cartoonishly amateurish.
Trump's out-of-state lawyers were even told they had to refile their request to represent him because they did it wrong the first time. The judge even had to point them to a sample document instructing them how to file properly. And much of Trump's filing reads like one of his tweets, as if it was dictated by him personally instead of written by a lawyer.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一般来说，任命一位特别主事官并不违反法律规范，但特朗普居然等了2周才提出要求，这令人疑惑，因为司法部可能已经开始审查这些文件。与此同时，特朗普一方也正发起舆论上的反击。美媒近日曝光一份备忘录，显示白宫方面曾授权美国国家档案馆拒绝特朗普行使任何行政特权来抗拒搜查。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档案馆曾在5月致信特朗普的律师。信件显示，特朗普的法律团队多次试图阻止档案馆让联邦调查局和情报官员审查这些材料，理由是他需要更多时间来确定这些记录是否受到行政特权的保护。美国国家档案馆多次表示，根据美国总统档案法，总统在任期结束后，其持有的官方资料属于政府财产，必须交给档案馆。档案馆称，已知丢失的文件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写给特朗普的信件原件，以及奥巴马在离任前留给特朗普的便条。周一，特朗普的前任律师科恩表示，特朗普保留机密文件是为了在适当时机勒索美国，他将这些文件视为自己的出狱卡。科恩曾于2006年至2018年担任特朗普的律师和私人顾问，被美国媒体称作特朗普的问题解决者。And based on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him, why do you think he wanted to keep those top secret documents at Mar-a-Lago? Well, he's going to use it as a get out of jail free card. It's a way to extort America to turn around to say, if you put me in jail, if you go after, and again, this is my conjecture, that I will take those documents, I will release them to Iran, to North Korea, to Russia. And you know what? You want to take me down? I'll take the whole country down. Because remember, and I've said this with you 1,000 times, Mike. Yeah. Donald Trump doesn't care about this country. No, he doesn't care about anyone or anything other than himself. All right.